雷克萨斯作为丰田出产的高端品牌，一直都以高雅的设计和稳定的性能而闻名。我们都知道，在汽车市场中，豪华舒适和优质耐用一直都是成反比的，而雷克萨斯却将这两样完美融合。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雷克萨斯的顶级 GT 跑车 Lexus LC500。这辆 LC500车身长4.77米，宽1.92米，整体车身是非常的低矮沉稳，而且流线型的造型让整辆车的风阻系数只有0.33，颇有概念车的风格。它在澳洲的售价为21.6万澳币起，而它在国内的售价呢是115.5万到126.5万人民币。这辆 LC500从外观上面呢，延续了雷克萨斯惯用的线性设计，整个车身的线条一眼望去非常的优雅流畅。从发动机盖到大灯的线条一体贯穿，再过渡到标志性的纺锤形进气格栅，直接将视线吸引到中间的 Lexus 车标。中网的流线上下疏密有致，配合上镀铬的饰条，使得整个车头在视觉上更加立体。极具线条感的日行灯由3个 LED 灯组成，向下延伸到进气口，连接竖向设计的转向灯，这样的设计极具运动感，配合上修长的前机舱，发动机的位置比较靠后，完美的平衡了前后配重。车的侧身呢，可以说是整辆车最细心的部分。雷克萨斯又将两种对冲的风格完美融合，宽厚的尾部线条从轮毂上方拉到车门，车门下方的后轮拱处有后导流口。锐利的头部线条连接到侧裙，延伸到了车窗上方，又显得圆润起来。前后线条的穿插与叠加，在侧面形成了完美的互补，又在视觉上呢增加了层次感。空气从导流口进入，又从后胎排出，让整辆车在高速行驶时就有更强大的下压力。电动开合的车门配合上无钥匙进入系统，让整辆车更具有科技感。后视镜可调的同时，还搭载了后视镜记忆、加热以及防眩目功能。前245，后275的米其林 PSS 轮胎，银黑配色的21英寸轮毂。尾部线条宽厚而沉稳，与车头锐利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尾灯的造型和头灯风格一致，又增加了多层次的 LED 设计。上方有5排立体条纹设计。下面的排气口在外部看起来虽然是双边双出的布局，但实际上它的每一个孔里面都配有2根排气管，在驾驶时呢可以迸发出澎湃的声浪。后备箱在尾灯旁设计了一个隐蔽的开关按钮，它的容积有172升。这辆 LC500搭载了一台5.0升 V8 自然吸气发动机，配合上32气门的双凸轮轴，在7100转时能迸发出477匹马力，峰值扭矩达到了540牛米，0到100的加速是4.7秒，搭配了10档变速箱。这辆车和 LC500H 的排气量不同，500H 的排气量是3.5，而500的排气量呢是4.969。500有真正的10个齿轮的变速箱，500H 是模拟的。LC500H 是油电混合动力，比500重了70公斤。拉丝不锈钢踏板，车门内部和车顶由红黑搭配的阿坎塔尔和皮革拼接而成，极具视觉冲击力。触感上面也非常的柔软，真皮包裹的跑车方向盘可以4项调节。10.3英寸全液晶仪表盘设计，搭配的 Remote Touch 咨询整合界面，非常酷炫的启动界面。真皮座椅具有很好的包覆性和舒适度，副驾驶两侧有扶手，车门部分也独立设计出空间来放胳膊。同时座椅配备加热通风，车内配备 USB 和 AUX 连接，
关于音响系统，是由雷克萨斯独家的 Mark Levinson 音响，配备有13个音响单元。门板侧面和车顶采用碳纤维打造，车顶的天窗只能看不能开。感应式的阅读灯，中控配有自动滑轨的储物格，座椅非常柔软，侧面包裹性非常好。副驾驶没有座椅记忆，储物篮很小，但是可以放下基本的手机、雨伞等小件物品。化妆镜很精致，打开呢有一种化妆盒的感觉，手刹位置非常隐蔽，藏得很深。这辆 V8 的 5.0 呢，由于没有涡轮，它的初段加速度非常线性。那么在城市的拥挤路段开，你好像也体验不出来它到底是 3.5 的还是 5.0 的。Comfort 和 Normal 模式主要强调一个平稳性，它会把路面上的一些跳动和石子基本上给你过滤掉，主要体现一种豪华和舒适。不管你是高速路上，还是一些猛的转弯，它的那种平稳性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这辆 LC500 虽然设定是雷克萨斯最顶级的跑车，可是你坐进来以后并没有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一点也不复杂，非常的舒适，也非常的好用。虽然很贵，可是它依然非常好上手。这个车坐起来有种宾利的感觉，是有那种感觉，还挺稳的，而且座椅也很舒服。你有没有感觉这个座舱给你感觉它很，就强调这个车其实很长，前面伸得很远，后面也很远。是的，所以你后排才没有位置坐人了吗？但是你说前面它给你感觉是空间大，那这个手套实际上就这么点儿，手套实际上长得还很奇怪。而且你说座椅吧，你说它是像照着宾利的感觉做的，对吧？我们能感觉到50分，哎，舒适平稳。然后你当想伸胳膊的时候，都是你看能放胳膊舒服啊。胳膊拿下来。日本人的思路，你必须给我把胳膊放这儿。你一旦不按照他的那个思路去用这个车，就给你百般阻挠。这是 Sport， 它这个声浪的变化就是一下子就爆出来了。这辆 LC500，如果你真的想要看它的实力有多厉害，你只是切换到 Sport 或者 Sport Plus 那是不够的，你一定要切换到手动挡。这时候要怎么逼它？3档 Sport Plus 手动，就奔着6圈去，走你！哇，这个是我。这个车真的调了手动之后，完全是另一辆，它就不是我们在城市里慢慢开的那种雷克萨斯了。这个真的是2个模式区别最大的一个车。刚开始的时候很稳啊，很舒服呀。那通过发掘你会知道，这个车它真的是隐藏起来的那个激情真的是非常厉害。刚开始还不知道这个把手是用来干嘛，说怎么这2个东西挡着我。现在我懂了，没有把手是不行的。可把好喽。抓紧啊！天啊！相对于那些带涡轮的妖艳贱货来说，这种 V8 自吸的声浪就是纯粹的力量。这个车挂低档，你想开多慢开多慢，但是你一旦挂到手动挡，它就不让你慢。你只要不一直加速，它就会顿挫你，它就会抖你。切换到 Sport Plus 以后，声浪明显很狂躁。车辆的控制也会更加大力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刚才后轮就在几毫秒之间的这个来回啊，滑了拉回来，滑了拉回来，很快很短暂的一个时间内，它给你完成了好几个来回的这个抢救。雷克萨斯他说牺牲了一部分动力嘛，来维持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但是没有感觉到动力上有任何缺失，真的。牺牲不在这辆车上面，可能在其他车上来，可能在别的车上牺牲了一下，别的车主牺牲你们真是可惜了。但是这座椅相对来说真是特别舒服。就
唯一的缺点除了就是没有座椅按摩之外，其他都非常舒服。座椅加热都好像有点太烫了。对，而且它冷气真的是足，冷气也足，座椅加热也很烫。开冷气出的马上就是冷气。你调高度出的就是高度。开座椅加热，屁股马上就烫。我们现在就是屁股加热，然后脸吹着冷风。你调到啥奇葩氛围啊！真是。这个车不管是动力还是内饰，你都要去慢慢去探索它、摸索它，慢慢的增进你对它的一个喜爱。探索的差不多了，哎呀，慢慢的开，音乐关掉，准备营造一下氛围的时候，咔啦咔啦。你试驾了这辆车，但你不知道同样的其他车有没有异响，但这辆车是有异响。坐进来的感受啊，它里边的造型呢，相对于外面来说没有那么独特，还是非常有雷克萨斯家族的那种感觉的。方向盘和那种仪表盘，同时感觉有点 LS 的感觉，又有一点 ES 的感觉。门板上并没有为拉手做一个单独的框，而是直接在这个地方伸出来一个拉手，金属质感非常好，摸起来非常漂亮也舒服。主副驾驶的门板都给你了一个非常宽的放手的地方，扶手握起来非常舒服。开门以后握着这个地方推出去，门板还是蛮重的。整个驾驶舱呢，它营造这种豪华感主要在于用了很多金属配件的点缀，拉手啦、拨片换挡啦，以及中间这个仪表盘有一个非常大金属圈，以及这些按键的这种金属质感点缀的非常好，就非常的上档次。这个触摸板是雷克萨斯家独有的一个，在所有的雷克萨斯车上都有应用，手感特别的独特。有雷克萨斯车款的朋友们就知道，驾驶模式的调节在仪表盘的上方，左边是调节 Normal 和 Sport 还有 Comfort， 右边呢是调雪地模式 ESP。这个车价位很高，用了很多豪华东西来点缀它的舒适度和豪华程度。当你要用起来的时候，你发现所有功能都一应俱全，一目了然。如果你以前拥有过雷克萨斯的车型，这套系统你用起来应该会非常熟悉、快捷方便。它的4种驾驶模式分别是 Eco、Comfort 以及 Sport， 还有 Sport Plus。副驾驶坐进来呢，其实感觉空间并不大，它的座椅非常的柔软，给你一种很豪华啊、舒适的感觉，非常的舒服。你看一按一压，非常的有弹性。但是呢，当你真正想伸开胳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空间非常小，它的手套盒也非常小，非常符合日系车的风格。我们打开看一眼，这个地方也只能放手套了。它这个副驾驶这2个把手设计的非常有意思，就是在加速的时候呢，驾驶员掌控了车辆，但是副驾驶掌控不了车辆，它会给你一种很惊奇的感觉，因为你加速高速驾驶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把人向后推的感觉，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2个把手仿佛在坐过山车。这个车杯架中控前方只有1个，而且非常的小，我们能放的只有1个打火机和几个硬币。下面这里有一个放 CD 的装置，现在想想还是蛮复古的。中央扶手这里呢也是皮革包裹，这里有一个自动滑轨的储物格，看上去很高级，我们一眼看去好像并不能放什么东西，这样它自己会关掉。但是它还有一个隐藏的储物格，在这里我们打开，看起来空间还是蛮可观的。下面我就向大家展示一下如何进入这个车的后排。这个很智能的座椅自动伸缩功能。总的来说就2句话：头伸不起来，脚放不进去。哎，等一下，我脚卡住了。好了，我要出来了，这也太挤了。
山路里面调到 Sport 模式，再换到手挡，一直用3档去开的话，你就忘记了这个车什么叫舒适。它的车也知道你想要进入一种竞技状态，它也忘记了去呈现什么叫舒适，它完全全身心的投入在车辆这个姿态的控制以及速度刹车的控制上面去。你还会觉得这辆车是一个以舒适为侧重点的车吗？好，这个路你能是这个样子，你得感谢这个车，这个车已经够考虑副驾驶的感受了。谢谢你哦。这么稳，而且它这两个把手又能够给你这么好的一个固定，对吧？有道理。你想别的车，下次换个别的车来 ，OK？ 你看看。我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拼着命去跑山，冒着生命危险去跑山。就是为了找到自己存在的感觉。我这个感觉是正常人类达不到的，所以才需要车来帮助我们，才需要一辆这样的跑车来帮助我们。这个时候，一切的言语都不如你们看看副驾驶努力想要固定住自己身躯的这个过程来的真实。雷克萨斯的工程师在设计这辆 LC500的时候，他没有真正的做成一个只靠舒适和豪华去取胜的一个车，他同时照顾了性能，也照顾了副驾驶的感受。我们在此强烈建议，以后所有的性能车都在副驾驶做2个把手。这个东西简直是过山车。既然前面有车堵着，我们换成普通的自动模式来看看区别好不好？好。看声音都没了，你模式一换，声音都没了。对，你也不用把扶手了。对，车接受到一种指令，从运动状态来切换到休息模式，休息一会儿。在山里啊，咱们这么开，突然有一种坐回冰地里的感觉。寄情于山水之间，就这车跑山啊，能给你让你诗性大发。这辆 LC500开下来啊，给了我们太多惊喜。它的外观非常具有概念感和未来感，内饰也非常豪华，具有层次感。同时，它非常有一个 GT 跑车的灵魂。这辆车给我的感受，纯粹的就是驾驶方面的乐趣。它让我完全不用去担心它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当我在开车的过程中有任何顾虑的时候，才发现这辆 LC 已经替我考虑好了一切。在运动模式下，我可以全身心的去投入驾驶，去感受它的速度，聆听它的声浪。Comfort 模式下呢，我们又可以去深入的了解，去感受它的舒适、平稳以及顶级的音响，以及在你的 Grand Tour 中悠闲的欣赏周边的美景。这一次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我们遇到了这一辆 LC500。恰好我们对 GT 跑车的所有需求它都能够满足，我想这就是 Lexus LC500独特的魅力吧。